哇，哈利波特的影片开头还挺酷，只是没啥屌用。怎会没用？连小粉如你都给予这首乳共片头曲肯定。波特老师歌词都写了有共不乳，愧对父母，这样你都觉得酷，说明什么？你也乳共了，抓台独分子！但还是得说声谢谢你的支持啊！再让你听一次这首片头曲。每周送关怀，满心送关爱，粉红的包充满爱，赶快订阅起来，有共不乳，愧对父母，别说态度，公主要走入了啦，那次不如在这大如花时代，如花是命运安排。真的不愉快，不如触动如个风花却来，如他的中所期待，如出人生的精彩，如啦啦，那次不如。大家好，欢迎回到本周冯德报，我是各位最好的乳共投资顾问 Porter 老师。今天影片一开始，先向各位分享一则好消息：在美国总统大选结束之后，川普新政府用人的选择备受关注。而现阶段看下来，目前国外媒体传闻川普要挑选的人都是立场抗中鲜明的，这对台湾来说是好事。而在本周已经被川普正式提名的国务卿，则是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他除了有台支持台湾防堵中国入侵之外，此人还是立场明显的抗中鹰派。今年他提案推动对抗中共恶意影响法案，说要向世界揭露中共政权的腐败本质，以及先前卢比欧也曾在美国与黄之锋会面后，即向美国国会提出香港法案，并声援反送中运动。美国参众两会最终在2019年通过该法案，隔年2020也因声援新疆，推动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内容包括对肆意侵犯新疆少数民族人权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出口限制等。当年6月，时任总统川普签署了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卢比欧也因此2度遭到中共政府制裁，说他在涉疆问题上表现恶劣，禁止他入境中国，但人家也没有想去，所以这制裁也是中共自己制裁爽的。结果现在风水轮流转，卢比欧被提名成国务卿，那后面就好笑了，你就看中共要怎么面对被他制裁过2次的人成为美国国务卿，要骂也骂不下去，要撤销抵制也会被说话。那卢比欧本月5号也在他推特上发了一段影片，他问大家想让自己的孩子活在怎么样的世界？这段影片他选用的画面也能很明显看出他反共立场，带各位一起来看一下。 We today face a challenge. It is true to democracy, to freedom, to all the things we've held dear, but it's much more than just to those concepts. Challenge is to what the world is going to look like. And I think at the fundamental core of it is a decision we're going to have to make. And that is, do we want to leav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grandchildren and great-grandchildren yet to be born a world where the most powerful and influential nations are nations that do not believe in human rights, do not believe in individual liberty, do not believe in any of the values that we have frankly taken for granted because we thought they lived in split throughout the world? Is that the world we want to leave behind? Because if that's the world we leave behind, I promise you, and I don't think I need to convince this group, it will not be a better world, it will be a different one. And the experience of the people who will follow us will be very different than our own. And we'll be condemned for it by history. 卢比欧不想要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呢？接着就带各位来关注一下墙内的魔幻世界。今年下半年开始，墙内平均每2-3个月就会爆出随机伤人事件，像是在6月10号就传出有4名美国教师在中国吉林的北山公园散步时，遭到一位55岁中国男子持刀刺伤。事发当下，中国外交部还想淡化，表示说这只是偶发事件。结果同月24号，在中国苏州的苏州日本人学校，又一名50岁失业男子持刀袭击日本校车，造成一名日本女性和其幼子遭砍伤，以及造成一名协助阻挡凶嫌的校工伤重离世。但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隔日在记者会上被问到此事时，表示说这事情在哪都会发生。中国是世界上公认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你生活在中国，相信能感受到中国很安全。你我对安全的认知好像有很明显的差距哦。而9月18，中国深圳也发生一名10岁的日本男童在前往上学途中，被一名44岁的失业中国男性
性刺伤身亡。接连日本人在中国遭遇此悲剧也引起日本网友不满。当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要中国说明清楚，但中国外交部依然是回应说这是个案，类似案件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发生。接着这类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9月30号，上海37岁男子持刀在沃尔玛超市无差别攻击，造成大量伤亡的原因则是因为凶嫌个人经济有问题，要找人泄愤。10月8号，中国广州一名60岁男子在小学前持刀袭击，造成3人受伤，包括2名小学生。10月28号，北京一名50岁男子在小学附近持刀袭击，导致5人受伤，其中3名是学生。大家看到这边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到一个共同点，凶嫌都有失业或经济问题，不然就是被中共的仇日仇美思想影响到去攻击外国人，并且连孩童都不放过，真的是非常可恶又可悲。接着最新的事件则是本周11号所发生的一起更加严重的汽车冲撞路人事件，在广州珠海市香洲区体育中心，一名62岁男子驾车冲入体育中心内部道路，冲撞正在运动的市民，导致35人丧命，43人受伤。根据中国公安公布，肇事者是疑因对离婚后财产分割结果不满，如采取极端行为。而在公安公布伤亡人数后，关键字一度在微博冲上热搜。但大家也了解，墙内有言论审查，因为事情闹太大，很多在现场的当事人或受害者家属就在网络上发文表示不满，结果引起中共官方注意，又加上珠海航天展也在这周举行，于是这热搜很快就被移除。除了墙内平台有网管刻意淡化讨论热度之外，立场爱国的粉红们也会在网络上自发性地阻止他人讨论。要航展了，就不要发这种帖子，造成社会恐慌了，不要散播扰乱社会秩序。明天我们国家办航展，别传啦，删除吧。航展期间为国际大事，反手一个举报。各位可以看到现场的目击者和受害者家属试图公开事件细节或表达不满时除了可能遭到请喝茶的压力之外，还会面临一些小粉红打压，进而限制真相流传。这些粉红嘴上讲着爱国，但当自家同胞遭遇意外事件时，受害者们的生命却比不上一个航展活动来得重要。粉红们将航展的国家面子工程置于更高优先顺位，可怜呐。而除了网络之外，现实中也发生 BBC 记者在现场报道时遭到小粉红阻止拍摄。带各位来看一下这片段。Dozens more, many more have been injured. The death toll may even increase. And不好意思，你别打扰我们。所以come up here, bit. So we're just getting hassled here by. 你是谁？你为什么打扰我们？你是谁？你是谁？你是谁？我是中国人。哦，那你是吗？So we're obviously getting hassled here by these people. So we'll just walk over here a little bit. I don't know if they're obviously being organised by the party to try and stop this type of thing happening. No, 报警吧，去报警。Xi Jinping has called on officials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try and settle community disputes to prevent this type of thing happening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 suppose, what is he going to say after all? It's really inexplicable event. According to the police, this official, the official reason they're giving is that this man was upset about his dispute with his wife after the division of his property following his divorce. And for some reason, this has led him to drive into this complex and kill people. He also harmed himself, it seems, with a knife. And according to reports, he's now in a coma. So all of this has been very disturbing. Partly you can see why it might inflame tensions and why there might be local party officials trying to organise those who try to stop us from reporting on this. But either way, it's the type of thing that has happened, unfortunately, in China before. There are these copycat mass attacks. Somebody has some sort of grievance. They end up taking it out on complete strangers. And then we have this type of thing of the government trying to stop it from happening. 你别，不要拍了。那我们，赶紧走。那你走。赶紧走。那我们要跟你别做那个，我也给警察打电话。你给警察打电话了？那行可以，好吧，那行可以，好，行可以。哎，你是谁？我是中国公民。你没有权利打扰我们。我是中国公民，你在中国拍你没有权利。你有身份证吗？那位粉红在那阻挡真的是很讽刺啊！今天这件事墙外没人报道讨论的话，共党绝对是压下来，不会再有任何讨论了。微博上还保有人性的中国网友也质疑：珠海一男子驾车撞人致35死，这是昨天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才知道。这要是换作其他的地方的话，我们的媒体或许新闻滚动跟踪报道一整天了。只有一个通报，此地早已没有新闻了。没记错的话，22年底的梨泰院踩踏事件，至少在热搜上
挂了1周。今天珠海有航展，可能害怕影响他活动吧。看了你的博，我才知道。所以一些粉红在那阻挡的，除了真相之外，也阻挡了自己国家同胞的人权，以为自己是爱国，殊不知是害国，也无视中共长久以来不会直面解决问题，而是封锁提出疑问的声音。本来就算想同情，但看到粉红自主替共党洗地，怜悯心都没了。只想说，下次若是那些小粉红换你们遭遇这种无差别攻击事件时，记得自己也不要上网发文。你要求别人不要发，不要维权，你就也要做到，不然你就是在帮助境外敌对势力。而我在整理这些资料时，有一道推特上有一位网友发现一个神秘的疑点，质疑中国的重大事故，官方都只会公布35人，说因为35以上为重大人为安全事故，依据规定，市委书记级别的人会被就地免职，所以这数字通常不超过35。看了网友整理出各大事件的伤亡对比一下，还真的煞有其事。所以这一次珠海体育中心又这么刚好是35人，那可能也不是真实数字。墙内接连发生无差别袭击事件，无论是针对路人、外国人还是无辜的儿童，都在揭示一个残酷的事实。这些事件背后也并非中共宣传所说，不是单纯偶发个案，而是社会深层问题的外在反应。中国的经济压力、失业率攀升，社会阶层固化，努力存钱买房又烂尾，使得许多人在极端压力下选择使用暴力解决内心的不满与绝望。而中共对这些问题的回避与掩盖，固然能短期维稳，但长期来看却只埋下更大的社会危机。中共对事件的压制与淡化，让墙内中国人无法深入了解问题根源。你要讨论粉红，还骂你境外势力，最终形成集体性的社会冷漠。而小粉的爱国行动，名义上维护社会稳定，但实质上是对真相与受害者的漠视，反映了中共对人民的集体洗脑与价值错位。所以我觉得这事情不会好转，因为这是整个中共体制的问题，而且美中贸易战还在持续，后面是川普，入阁的也是反中立场坚定的居多。所以如果你是翻墙来看我影片的正常中国网友的话，你觉得自己不是小粉的话，请在墙内保护好自身安全，人多的地方不要去。那不知道各位对于今天聊的事件有何看法，欢迎影片下方留言分享。那今天影片最后带各位来看几则频道上的粉红留言，数典忘祖之辈。其实若按照历史脉络跟逻辑来推论的话，小粉你们才是真的数典忘祖。中华民国1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75年，降血令88，这辈分还搞不清楚吗？那我个人的自我认同是台湾人，但若要溯源祖宗的话，基于科学研究的事实共识，全人类的祖先都是非洲人。而台湾自17世纪以来，经历荷兰、明郑、清朝、日治时期统治，再到2战后的国民政府接管，台湾在这一整段历史中都没有中共政府的介入，中共对台湾没掌权过半天。那你了解这历史脉络之后我们时间拉到近代一点来讨论，你会发现再怎么看，现在正生活在台湾的台湾人的祖宗，跟你中共国认知的中共祖国就是完全无关联，这样明白吗？我再白话一点，台湾原住民的部分我先不多谈，毕竟原住民是最早居住在台湾的族群之一，我们就看后面才来的部分。确实台湾有不少人，他们的阿公阿嬷那代是经历过日治时期，后面又经历了国民政府管理，但再次强调，这两者都跟中共国没半点关联。台湾现在是已经不分本省人外省人了，但以前国民政府时期还是有的。而即便是在当年，有些现在的台湾人，他们家中的长辈是外省挂的，是以前从对岸逃来台湾的，他们也不是中共国人。你要想一下，他们当年为什么要逃，就是因为他们不想当中共国人嘛。那年代外省长辈的自我认同就是正统中国 AKA 中华民国，而他们都好不容易离开了，来台湾组织家庭，生下后代。而小凤，你还要现在这些台湾人认你中共当祖宗，逻辑说不通了嘛，对不对？无论是原住民、本省人还是外省人的后代，台湾的历史从未与中共国直接相关。你想以祖先的概念来推理，想要台湾人将中共国视为祖宗的说法，无论从历史事实还是认同逻辑来看，都难以成立。粉红要怪就怪你祖先判断错误了，当年选择留在墙内当中共国人，你也才会这次生在墙内当韭菜。如果回归会被判几年不用担心这个，因为没有那一天。你还不如先担心一下自己在墙内还得当多久的人况比较实在。以及 Porter 老师再说一次，中共骚扰台湾的行径叫做侵略。台湾人如果被渗透成功的话，是被侵略成功，不是回归。愚蠢的波特王，等台湾地壳运动飘回大陆母亲的怀抱，就不是我们侵略你了，是你们侵略我啊！
但祖国母亲永远接受你的回馈，母亲不会为难孩子。这小冯蠢到我在想是不是反串？这就简单的数学问题，113跟75比哪个比较大？当然是113嘛。那中华民国113年，中共75年，这谁大谁小分不出来吗？简单来说，波特王的意思，中配就不算台湾人，没有资格担任公职人员的权利。这则是我在上周特报下方看到留言，那有看过上周影片的应该都知道。那支影片已经说明得非常清楚了，也都告诉你中配在台湾担任公职的风险为何啊！你居然还能解读成这样一句歪理。这边波特老师建议你转班了，我们这边是鲁共资优班，你的程度目前应该是跟不上的。波特王为什么长得好像年轻时的老蒋啊？这不是粉红留言，但我看到时想说啊，有像吗？后来想想，我也的确没去查过老蒋年轻时长什么样，他年轻时我也还没出生嘛，不然我 Google 一下好了，蒋介石年轻照片。哦，别讲，哪有像啊？硬要说的话，老蒋的耳朵看起来和我一样也蛮大的，但整体看我是觉得不像，反而之前另一位网友私信投稿的还比较像。Potter 老师，你怎么出现在台塑企业文物馆？不知道为什么台塑企业文物馆里面有个长得像我的蜡像，这个我自己看就有一点像了，大家觉得嘞？OK， 那今天影片就先聊到这边。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赞加订阅，也欢迎各位加入我 YouTube 频道会员或使用超级感谢支持这个单元运作。我是波特王，我们下次影片见，拜拜。